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资本的播客电波未来，我是主持人 Wendy。在智能驾驶越来越受关注的今天，车载雷达作为智能驾驶的眼睛，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未来资本投资的一家明星企业4D 毫米波雷达赛恩领动的创始人李旭阳博士，欢迎。其实是这样子，在现在车载毫米波雷达，我们就都叫做毫米波雷达。那为什么叫毫米波雷达呢？是因为这个雷达的发射的波，它的频率是在77赫兹，这个频段它的波长，我们把它换算成波长是3.9毫米，所以它的波长在毫米，那就叫毫米波雷达。其实车载里面还有一个叫倒车雷达，但我在这里我也简单说明一下，其实倒车雷达它不是真正的这个电磁波雷达，因为倒车雷达用的是一个机械波，这个要分类一下。其实我们一般专业的讲这个倒车雷达叫倒车或者说超声波传感器，因为它的这个波是在超声波的范围。那我们所指的汽车雷达都是指这个电磁波雷达。现在主流的这个频段是 77G， 它对于雨雾天的穿透能力比较好，在空气中的衰减比较低，所以它可以传播的比较远这是它一个特性。其实雷达在测距测速上是一直很领先的，往前看的话，在最早的时候，应该第一代智驾系统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奔驰的99年的这个刚量产的一辆车上，它装配的这个系统叫做 Distronic， 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叫的这个 ACC 系统。在那个时候的 ACC 系统其实基本上纯靠前向的一颗毫米波雷达来做的，但是也是77G的波长，然后用的是砷化镓最早的这个半导体材料，然后也很贵，一颗几千欧元。那 S 级的车但是用得起嘛，所以说也还好，当然它很难去真的规模化生产，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整个的雷达的性能其实已经还不错啊，对于动态的目标的检测，然后对于速度和距离的检测都还挺好。但是它毕竟受限，因为 ACC 的功能只是说我前向的一个自适应巡航，对吧？哪怕包括 AEB， 那前向有一些目标障碍物能够对它进行刹车，而且刹车呢，那它还是有一些我们叫做场景的 ODD， 对吧？它的速度啊。一些天气啊，一些相对的一些条件其实是受限的，那不能我们叫做这个在任何场景下它都非常稳定的工作，所以智驾呢也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过来的，从一些小的场景、小的功能，然后慢慢衍生成为更多的功能，对吧？到今天我们其实比较普遍在用的是城市 NOA、高速 NOA， 当然它还是有一些限制条件的，对吧？很好的问题。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再多讲一点整个 radar 它的检测原理。我们讲汽车毫米波雷达呢，从发展过来呢，首先要把它发出去，就需要一些材料，像半导体材料一样。那它朝工艺讲呢，其实从最早一代的叫砷化镓，到第二代呢是这个锗硅技术，然后慢慢的成本降低之后呢，用到了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叫 CMOS。它呢让我们可以把这个波产生这个波，然后呢去发射出去。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那要发射什么，对吧？所以说在 radar 里面经常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波形调制，就像我们用的这个通讯一样，对吧？原来的 CDMA 啊这些编码，其实 radar 里也是有很多编码的。这些编码最后它里面带来的一些信息，就是我们最终可以去通过算法测速、测距和测角。那第三个维度就是系统的方案。系统方案呢，简单讲，就是用多少通道。传统的3D 雷达呢，用3发4收，4发4收。到了这个4D 雷达和4D 成像雷达呢，它就通过更多的这个芯片级联的方式，达到了更多的通道。到了今天我们讲的，其实未来车上 NT3 上面用的是这个双芯片级联，是6发8收。我们后面去开发的会有下一代产品8发8收，甚至24发24收，真正的这个成像雷达。这个是整个的技术引荐。那为什么要做或者选择这个4D 成像雷达这条路呢？我们从底层的原理去说，
整个的智能驾驶的未来，那视觉系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我们真正把这个智能驾驶和无人驾驶做到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安全性，我们认为的底层逻辑，它一定是多传感器融合。视觉是一条光学系统，正好这个77G 的毫米波雷达，它其实解决了一些光学系统的一些局限性，比如说对天气啊，这个毫米波雷达可以穿透，可以全天候的工作。同时呢，radar 可以直接的测量目标的速度，而且这个速度非常准确。所以两套这样相对来说冗余度非常高的传感器，真正能够我们叫做 standalone 独立的去做整个场景的感知，然后互为冗余。我们认为这样的一套系统是非常这个有竞争力的。那要把整套的我们讲毫米波雷达系统做到性能非常好，那就说到了刚刚要从 3D 变成 4D， 因为后面我们慢慢聊，后面其实 4D 雷达真正要解决的是对于小目标、静止目标的探测能力。支架做到最后解决的那个 2% 的 corner case， 就是这些小的目标、静止的雨天、这个很远的距离、夜间轮胎在路上、这个锥筒在路上能不能识别出来。如果识别不出来，那高速场景可能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安全事故这是我们的当时觉得这个4D 成像雷达有非常好的一个未来。但反过来，同时当时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行业内能够把4D 成像雷达这个产品做好的公司应该还没有。所以因为友商还没有出现，或者说友商其实在这个方向上也没有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和领先的水平，那对于初创公司是一定有机会可以成长出来。对，我觉得跟斌哥非常有缘就有一次那样的机会，我记得好清楚。其实在一个酒店里面，21年下半年，在一个酒店里跟斌哥认识，然后我们俩聊了好几个小时他时间其实挺宝贵的聊了好长时间。我觉得斌哥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有格局、有对于长期的这个理念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聊的其实就是讲到安全，这也是今天这个蔚来汽车在安全上面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想了很多，他跟我探讨传感器、视觉、激光雷达和这个 radar， 然后我们讲到 radar， 然后我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他，这个 3D 雷达、4D 雷达，那它的性能更好，然后如何提升，后面有什么样的成本降低的这个方式。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些探讨，真的互相有一些共同的理念，赋能整个支架的这个感知性能。所以有了这样的契机，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讨论是不是可以创业，让这个 radar 能够做一些真的革命性的这个创新把这个传感器呢，那有幸是不是能跟蔚来一起合作把它装到车上去，给我们的用户提供更多的安全可靠的这个功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蔚来汽车在对于行业供应链的整个的推动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为什么呢？因为蔚来汽车其实非常敢用一些新的技术、新的产品，那三元联动其实也是其中的一家受益者。蔚来汽车里面有叫做创新供应链的这样的机制。其实当年我们22年跟蔚来汽车的技术团队交流的过程中，确实我们的技术方案、我们的产品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但是也确实因为有这样的理念，因为整个蔚来汽车有长期主义，愿意去创新，愿意推动供应链创新，我们有机会在22年的时候获得了蔚来汽车的这个 NT3 项目的定点。蔚来汽车愿意给我们这样的初创公司机会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在行业里应该找不到第二个客户了。然后另外呢三元联动也是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不辜负斌哥包括整个蔚来汽车团队对三元联动的期望。我们获得项目之后，真的只用了18个月的时间，从整个的方案重新推导到整个硬件迭代，我们讲 A、B、C、D 样机，从软件开发、硬件开发到工艺流程，到生产线，到性能的这个优化当然这里还有很多测试体系的搭建直到第一台车型量产，我们的传感器能够
下线。首发车型是乐道 L60 啊，18个月的速度在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里面是一个绝对的顶尖的中国速度，因为在 Global 的 T1 做一代产品从零到量产基本上需要4到5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确实很幸运有了这样的这个阿尔法客户，那同时把这个产品慢慢打磨起来，然后陆陆续续Fendi 你刚刚也说了，其实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在市场上卖的乐道和 NIO 的车都搭载了三元联动这颗4粒成像雷达，但是很多客户可能不知道它在哪里。我稍微讲一下，这个传感器就有点低调啊，它看不见，它在大部分车型呢是在保险杆后面，在前中，一般是前中有个摄像头的侧面或者下面，在保险杆的后面它放在里面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电磁波呢是可以穿透保险杆的，所以它就被放在里面了。放在里面之后，客户看不见。我们经常开玩笑，这个跟客户没有提供情绪价值，但是它提供了安全价值。对，我们前面2-3年基本上就聚焦把这个第一款产品做好，所以有了整个 NT3 平台的这个量产。然后公司战略其实也很清晰，我们短期不要聚焦真的去一口气做很多客户，所以我们也在想我们的核心客户是谁。那当然这个蔚来汽车是我们的阿尔法客户，那同时我们其实跟几家做 L4 的公司像滴滴、百度，这个其实我们也对外官宣了，在 L4 上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开发和合作。因为从长期来看，我们认为L4 这个 Robotaxi 会在接下来2-3年慢慢的走路，千家万户，然后它的规模从原来的1000可能明年后年就到了10000级别所以跟这些核心的客户建立了这个深度的合作。然后在 L4 的车型上面，那客户的需求就更强烈了，它不只是说要前中放一颗4D 雷达，它一圈可能有4到6颗这样的传感器，因为 Robotaxi 其实它要的是更多的是绝对的安全，所以它会有一些更多的量，尤其我们认为到28、29年的时候，等 Robotaxi 起到了10万甚至几十万的量的时候，它也能给我们带来上百万颗甚至几百万颗的这个营收。那这是我们相当于 L4 的第二条腿，也把它走得更坚实。那同时呢，我们目前也确实跟很多国内的其他车厂也建立了一些这个合作，然后也有定点。这些车型呢，在明年会陆陆续续上市。等客户发布了，我们第一时间跟大家同步。是的，其实智驾发展的后面，就像刚刚我说的，就在解决后面这个2%的这个 corner case。那这些 corner case 很大一部分都是一些静止的障碍物，或者说一些静止场景中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目标像高速公路修路路面的锥桶，像有些路沿，甚至这个路上掉的轮胎甚至更夸张的，比如说你上路可能路上有个石头要在夜间可能还有雨雾天的时候能够把它检测出来。就是这些场景慢慢的被国家甚至工信部提到了这个议程上来的背后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现在智驾的这个普及率越来越高了。当然市场上确实也发生了一些这样的安全事故，所以说大家开始重视，希望能够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能够提更高的要求。这个也许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这个趋势吧，你性能肯定得越来越好，而且你成本得越来越低。但反过来，因为它的普及率很高，所以我们不能放弃安全成本虽然在降，但我们不能放弃安全。对，我们从技术角度去看，那为什么这些场景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corner case 举个Wendy你说的这个50公分，它是一个50×50×50的一个纸箱子。那第一，它很小在远距离的时候，比如说100米、150米的时候，对于视觉来说是一个非常小的目标，很难检测。第二呢，光线的原因也会影响它的检测不同光线下，夜间你根本就看不见了那这个纸箱子只是一个代表就是这些专家们选出来的一个小目标的代表。
它可能代表的是个轮胎，可能代表的是一个丢失的这个目标在路上它需要被探测到。如果能够在120甚至150米能够稳定的被检测出来，那基本上这个套系统去在远距离去绕行，或者如果不能绕行，因为侧面有车的情况下，能够把它杀下来是一个比较可以实现的一个目标。但是100多米以外去探测这样的一个纸箱子，而且要稳定的探测，而不是一次，不是说我去这个测试场地测一下就好了，应该是这个大规模的数据路上它必须非常稳定的检测。我们在这个研发过程中经常叫这个漏报误报要非常非常低10万公里以上，小于1次。那这个东西对于支架就非常难了，我刚刚讲了，视觉就基本上很难做到了尤其是光线不好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别的传感器来做，比如说这个雷达，我刚刚讲这个3D 的雷达，它从距离上它可以检测出来，但是它在高度上它不一定准，在100多米它可能这个变成了这个路面的一个信息，它把它滤掉了，也许它也测高不准的话可能到空中去了，那这种概率是有的，所以我们要提升它的检测能力，就把测高能力做得更好更稳定，这就有了这个4D 成像雷达。那4D 成像雷达呢，它测高很稳定，它测距很准，然后在这个点云级别的它信息量更足，它可以去聚类，然后呢去做更多的这个算法处理，让这个目标被稳定的检测出来。那么不仅是说在这个平时的白天、在夜间、在雨雾天都能够稳定的检测出来，那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其实强标推动对于4D 成像雷达这个产品的推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就我们很幸运，正因为强标的推动，其实现在基本上大部分车厂都在重新立项这个4D 成像雷达就会成为一个刚需的传感器。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要去创造需求，因为传统的这个传感器方案里面其实是没有这个产品，那你要去说服客户，而且它价格可能比原来传统的 3D 要有所涨，那为什么要为这个传感器去掏更多的钱，付更多的钱？它背后必须有价值。我们这3-4年其实也一直在跟车厂讨论让他们理解4D 成像雷达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包括蔚来汽车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验证过程中，其实也是给了我们很多信心。尤其这个像去年乐道刚上市的时候，我们经常拿着 L60 去全中国给其他车厂去看你看未来乐道这个视觉加前中的4D就可以完成城市 NOA 的功能这个是有说服力的。所以慢慢的我们把这个需求创造出来，让客户理解，同时这个法律法规一推动这样子这个传感器就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我们是上个星期在厦门开了一个公司的产品和技术发布会，发布会同时其实也正好接排了我们在厦门的自建工厂。那我们认为下一代的产品肯定是性能更好，然后呢成本更低，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创新，在数据结构上面，在整个硬件架构上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创新然后能够把很多的处理放到预控制器里进去。那这个创新它可以提升整个的雷达的性能大概2到3倍，然后成本能降30%这样的创新我相信车厂的领导、车厂的朋友是非常喜欢的。所以我们要解决的其实更进一步的就是刚刚这个小目标雨雾天气的静止目标检测能够做得更好，同时对于动态目标能够也做得更加的检测性能提升很多，然后呢对它进行更进一步的这个分类，然后准确率也提得更高。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雷达一定是跟视觉去融合的，所以下一代的技术呢有机会真正的这个雷达底层数据跟视觉进行融合。因为从这个4D 成像雷达的这个点云我们说传统的 3D 雷达是大概在200到500个点每一帧，然后1秒钟的大概是15到20帧。那下一代的这个4D 成像雷达基本上到了5-6千点每帧，它基本上有10倍的提升。那这个10倍的提升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就在想，这么多的信息量一方面呢基于传统的算法对目标进行感知的算法
进行开发。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这么多信息量是不是 AI 模型现在讲端到端是不是可以实现到雷达里面进去？因为雷达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个传统的这个传感器，但我们确实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去做了很多预研的工作，开发了模型最后验证这个整个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也觉得不只是说这个 radar 进入到了4D 时代，同时 radar 要进入到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开发了很多模型，接下来跟很多客户也在探讨，通过深度学习，通过模型让雷达能够提供更多的场景信息，不只是目标信息，而且是语义信息。这个是行业内很少有人做过，我们应该是非常头部的企业。我们相信如果把雷达跟视觉在底层进行感知端到端融合，它的性能的上限是非常高的这是我们期待的后续能够发挥这个雷达更多价值的一个重要的点。是的，博士我很熟，他是我老东家，也是我第一份进入汽车圈的工作。不管是博士、康体，像安波福、海拉这些汽车零部件巨头，他们的技术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们有足够多很厉害的工程师，他们在研发，尤其是在生产制造、供应链生态上有非常大的优势，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反过来，大公司也有大公司的包袱，他们因为有很多流程，有很多体系，然后他们做决策要多方面去权衡，所以这些公司开发产品的效率和速度跟中国的这些创新公司肯定是有区别的这个是我们觉得作为初创公司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所以我们的优势就是能够快速的了解理解我们车厂的需求，同时甚至能够提前的去做一些创新，刚刚讲创造一些新的需求，然后做这样的一个产品，跟车厂一起去合作做新一代的产品。那这个不只是说中国的创业的公司有创新能力，同时中国的车厂也有很多创新能力，他们也在跟 global 的 OEM 进行对标。所以在 ADAS 这个领域，基本上这几年吧，这2-3代，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已经远远超过了 global 的 OEM。那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助力，因为这些国内的这个车厂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这样其实是互相能够配合起来，更快速的去迭代这个产品。那有了这样的优势，那像三元联动这样的初创公司也能够有机会落地，把产品打磨出来，然后呢找到更多客户进规模化，规模化之后再降本之后，那我们就有技术的优势，我们也会有成本的优势，我们也会有供应链的优势。因为中国的很多上下游的供应链，比如说我们的下级供应商，它的成本优势也很明显。那到最后，我们的产品在行业内不只是在中国，可能在国际上都有一些竞争力这是从远期看，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零部件供应商一定能走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反过来呢，其实没有永远的竞争，其实也可以合作，包括跟国内的一些这个零部件供应商，包括跟 global 的这几家供应商，其实我们都有陆陆续续在谈能不能合作。当合作某些点都来临的时候，某些条件具备的时候，其实它是会合作的。所以在我的理念里大家都可以合作。其实汽车领域和居身智能在行业它的技术底层逻辑是一样的从这个传感器到感知到规划决策到需要控制器要去定位，其实基本上这个逻辑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在思考，我们也在跟这些居身智能的公司在探讨如何能够在居身智能里面进行这个下个布局这里有一些思考，我们的传感器是不是如何能够用到这个居身智能里面？当然通过一些改进是不是有更多的传感器也适合这个三元联动这样的公司能够进行开发第二震荡曲线？这个我们都有一些思考。但是短时间之内，我说实话，我们在内部也探讨了很多，居身智能领域对于很多企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但是我们现在想得很明白，还是先把现在这个产品，先把这个领域做好做扎实，把营收做上去，把规模化做起来。做起来呢，我们小步的也在做一些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传感器的一些预研，然后我估计我们到明年后年应该会花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去投身到这个具身智能领域进去。对，我是06年去德国留学的，然后学的专业其实就是 radar 这个专业，这个翻译成中国的这个学术课程就叫电磁场与电磁波技术。学了最核心的麦克斯韦放射组场波，它的一些变化天线呀，然后雷达的信号处理很有意思我也很喜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德国的汽车工业是很发达的，所以也正好很幸运在那边读的书，然后学了电子场电磁波，就跟汽车结下了缘分。博士毕业之后呢，就进入了德国的博士，刚刚讲的这个零部件的最大的巨头，在巨人肩膀上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识技术知识、管理知识，其实也很重要。在博士经历了好多份工作，不同的部门、工厂、预研、产品的研发、电动汽车、智能驾驶都经历过，就是真的用5-6年的时间，我们经常开玩笑，可能看到了一个正常博士员工20年看到的东西，然后也做了这个一些战略相关的讨论，所以在那里面有一些耳濡目染的一些理念给了我对于未来的技术做了一些很好的判断。我觉得这个对我后期创业是非常相关的，就是在巨人肩膀上你看到的这个未来技术的发展，你能把握方向，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方向错了，说实话你努力再多也没有用。第二个呢，在大的企业第一份工作很宝贵，因为你真正看到一个企业是怎么发展的，怎么运营的，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团队你怎么去管理不只是说技术，可能语言文化都有很多冲击。你怎么向上向下管理，然后呢去推动你想做的事情让这个团队让这个组织去执行你认为的一些很好的想法，因为它一定是有阻力的。这个阻力在大的企业里面你怎么去解决，这是非常考验一个中级管理者的水平。我觉得我的这份工作确实让我学到了很多那回到中国之后呢，就加入了这个初创公司，得到了很多锻炼，认识了很多朋友，投资界的，包括车厂的领导，包括行业内外，然后也自己去闭环了一个从0到1的过程从产品定义、组建团队，无论是刚刚讲硬件、软件、算法，到生产制造，到获取业务，然后呢最后量产，就自己觉得在那个平台上闭环了，学到了很多很多知识，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挑战自己，然后直到对吧，到了那个路口认识了很多这个贵人吧，包括斌哥也是我的贵人之一很重要的贵人，鼓励下就开始了创业，然后一低头创业，一抬头就4年过去了，所以到今天也一直在成长。因为初创公司创始人他是不断要成长的，他如果不进化，那整个组织就停在那儿了。所以你要回想起4年前的我和今天的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心智，就那天我们上课讲那个心智和4年前不一样，你碰到多大的问题就想办法去解决然后呢带着团队一起把任务砍下来去解决那些你根本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去定那些你觉得都不好意思定的目标，不要说这个1周之后今天我就必须要结果。所以初创公司是需要团队的执行力的，这个执行力还是在于这个核心的团队你们有没有信心你们有没有斗志当然反过来有没有能力，你光有信心和斗志没有能力也是不行的，都得具备。所以我想分享的就是肯定第一目标要清晰，就像刚刚我讲的，我们做4D 成像雷达从第一天这个公司生出来到今天都没有变过。我们很多车厂朋友问我们做不做角雷达传统的角雷达我们说我们没有资源做，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那聚焦把4D成像雷达这个产品做好。所以目标很清晰，这个目标清晰背后呢，一定是要聚焦。初创公司如果一开始做很多东西，一定是做不好的，因为一款产品你不可能几十个人用1年2年时间就做到远远超越行业的这个领先水平，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不断的在这个产品要去迭代，小步的快跑，不断的迭代1代、2代、3代，然后你发现啊，好像这个时候有一定的技术护城河了。所以目标清晰和这个聚焦，一定让这个公司会慢慢的形成这个技术护城河。当然第3个最挑战的其实是组织，但这个公司50个人说实话很好管理，但这个公司变成几百个人的时候，整个团队它的组织部门之间的沟通一定会有很多挑战。所以这个挑战如果逾越过来，那这个公司就进入了第2阶段从这个1到10的阶段，那基本上大方向大问题就没有了。所以我想分享的就是目标清晰，一定要聚焦，然后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个组织有足够的这个执行力去完成既定的目标。有的，其实作为技术创业者，技术在我们脑子里是一个非常强的、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经常会被技术困住。所以我们经常讨论说，一个公司是技术导向型的公司还是市场导向型的公司。我回想起来，说实话，在一开始跟蔚来合作之前，那个半年、1年左右，3联动是一家技术导向型的公司。包括我自己和我们的几个合伙人，我们都觉得要做一款非常非常顶尖性能的传感器12发16手，分辨率0.5度、0.2度，然后可以看到很远很远这是我们的梦想做一款产品出来，能够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厉害。到了真正对客户的时候，其实我们跟蔚来当时聊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在22年的10月份左右，我们迅速做了一个转变。因为你要做一款产品，你的性能固然好，但是客户有客户的诉求，第一他要性能，第二成本很重要，能不能在性能和成本中间做一个折中。那如果技术导向思维的人呢，可能还会觉得我东西很好，我就要卖得很贵客户你不要就算了。那在那一刻我们就马上做了转变，客户的需求是这样子的，我们去理解他为什么需要又要性能又要成本的这个产品，那怎么去打磨这样的产品，让这个产品的性价比做得更高。所以就有了后面我们在聊的，变成是不是6发8收这个产品能做到性能比传统的3D 好很多但是它的成本又可以让整个平台可以接受。那我们迅速就进入了一个市场导向的行为，然后我们马上就重新做方案，然后去理解，然后最后呢也进行了深度的合作。所以我能回想起来那个点，那个时间点是很重要的，这个也是整个创始团队的心智的变化，让这个公司到今天我们都是市场导向的行为。第二个调整是成本，因为做技术的人有时候是不看成本的你从大公司的技术领导就天天抢预算嘛我这个部门要多少预算，明年多少预算。那你从商业的角度，真正的这个对于整个 business 你要去负责的话，你就要去看成本。它的成本不只是说这个产品本身的单价，你的采购价格，你的客户的销售价格，你还要去看投入。其实投入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做一些新的产品，动不动这个投入就是上亿的这个资金。那这个投入你如何去投进去，我们叫做有投资回报比，然后投进去之后呢，你能不断去迭代，后面的产品也可以继续用，就是平台化，你这个平台能不能做得很好，第一代做好了之后，第2代、第3代还可以用，你的整个这个软件系统，你的工具链能不能让整个公司的效率更高，这些都是成本其实一个企业真正的有竞争，它不是说它有足够多的现金就可以了，它要把这些钱用最短的时间最高效的使用，然后呢产生价值，这个其实是真正的竞争力。所以我们这4年确实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深刻的思考一开始就省吃俭用因为真正你单加了之后，你发现
好像用钱特别快啊，马上就用的没了。所以要把这样的一个想法也让公司的核心管理层甚至这个核心的团队工程师都理解，省下来那些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利润。